忽然，那张延峰笑了一声，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深邃。好，我答应你这个条件，只不过能不能带他们走，还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话罢，张延峰的身上散发出蓝色光华，光华变换成为一物，脚似鹿，头似牛，腹似蛇，鳞似鱼，足似凤，须似人，耳似象。此物乃是龙。蓝色光华化作一只蓝色的巨龙虚影，尽管只是虚影，可声势极强，宛如守护神，守护着张延峰。不过虚影只是出现瞬间，便开始收缩，虚影收缩，又化作蓝色铠甲，覆盖于张延峰的身上。那铠甲的胸口处有着一只龙头，龙头栩栩如生，宛如活物。而在铠甲形成后，张延峰的修为已是从1品尊者提升到了2品尊者。你这天赐神力有些厉害啊，楚风说道。张延峰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，随后抬手对向楚风，也让我也看看你的本事。好，楚风此话说完，身上光芒涌现，九龙圣袍的光影也是自楚风身上散发而出，威势丝毫不弱于张延峰的天赐神力，有点意思。不过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，还要领教一下才知道。枪！张延峰猛然出手，一道武力长枪凝聚而出，对着楚风飞射而去。面对如此攻势，楚风却动都未动，而是意念一转，盛极结界之力，便同样化作一道长枪反射而去。楚风对准的不是张延峰，而是那飞射而来的武力长枪，两枪相遇，顿时撞得粉碎，武力与结界之力交织的涟漪，也是如飓风一般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去。然而这只是开始，张延峰双手变化，如指挥亿万军马之令箭，催动磅礴武力向楚风发动攻势，而楚风则是运筹帷幄，任凭张延峰攻势再强，却也皆被楚风所抵挡。并且楚风可不仅仅是防守而已，楚风是守中带攻，攻中带守，若非亲眼所见，真是不敢相信结界之力竟真能与武力抗衡。眼见着楚风真的与张延峰站在了一处，且丝毫不落下风。那些听闻过楚风实力，却未曾见过楚风手段之人，目露赞叹；而那些大千上界的人，表情则是更加的惊叹。楚风他什么时候成为圣袍界灵师了？竟能与2品尊者抗衡。对于这些大千上界的人来说，他们虽然早就知道楚风是天才，可对于楚风的了解还停留在之前的认知当中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楚风已是强悍到了这种地步，这也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不仅仅是他们，就连张诗睿的表情也是变了。二哥，大哥，他不会输吧？张诗睿看向身旁的张博义，那双眼眸之中竟涌现出了浓浓的担忧之色。张延峰的本事他很清楚，尽管是他的亲哥哥，可有时候他却也觉得这个哥哥像个怪物。他们三兄妹的天赋到底有多强，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但是血魔族却将他们视作希望，被誉为万年难遇的天才，由此美誉导致张诗睿极其自负。可他却也认为，只论天赋，他远不如张延峰。张延峰的天赋不仅仅表现在修炼的速度上，在修武者对决的技巧上、思路上也都是极其利奥德。当年当他们刚刚修武，还都年少之时，他们三兄妹还没有现在的差距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三兄妹乃是相同的境界，并且修炼的都是相同的玄功和武技，就连战力也是相同。可哪怕张诗睿与张博义二人联手，却也无法胜过张延峰。平日里，张延峰还会与他们多花费一些时间，与他们二人好好的切磋切磋。可有一次，张延峰有急事要做，张诗睿与张博义却缠着他非要切磋。无奈之下，张延峰再度应战，可那次竟然只在10个回合之内便将张诗睿与张博义击败。那一刻，张诗睿才知道，原来他和张博义与张延峰的差距是如此之大。正因张延峰的强大，张诗睿与张博义都觉得祖武星域的最强天才乃是张延峰，就连张延峰自己也是这样认为。所以张延峰一直准备着，等待着日后是血魔族重返星域之时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灵狐鸿飞。今日一战可以说是一种尝试，等于是挑战灵狐鸿飞之前的试探。只是眼前的情况则让张诗睿有些担心。尽管修武方面楚风不咋地，但这结界之术的运用当真有些厉害。楚风没有释放他的界灵，只凭借结界阵法，竟能与张延峰斗得难解难分，这与他预想的可是不太一样。你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？可看着一脸担心的张诗睿，张博义的目光却是有些惊讶。我也是不确定啊，这楚风跟变了个人一样，结界之术似乎真的很强。张诗睿说道，结界之术再强也是结界之术，岂能与武力抗衡？更何况他所面对的可是咱们的大哥张延峰，他认真起来有多可怕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张博义说道。对哦。听得张博义一番话后，张诗睿忽然找到了自信。毕竟张延峰当初没认真与他们切磋的时候，他们也以为自己能够战胜张延峰，就算输也只是输了一点点。可后来张延峰认真之后，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差距如此之大。我怎么就没想到眼前的军事只是假象呢？大哥他现在应该是在玩耍楚风吧？一定是这样的。我就说嘛，楚风这个懦弱的废物怎么可能与我大哥战成平手？此时张诗睿再度看向战圈，目光中的担忧已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乃是期待，期待着张延峰战胜这位楚轩辕之子。随着楚风与张延峰二人的交战时间正常，使用的手段也是越发凶猛，道连漪肆虐开来，已是阻挡住了人们的视线。若不是楚风与张延峰故意压制着自己的力量，怕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将遭受牵连。忽然一道闷响传来，紧接着一道身影倒飞而出，撞在了墙壁之上。定目一看，是血魔族的所有人都傻眼了，那被钉在墙上的乃是张延峰，并且此时的张延峰竟是满身伤痕。大哥，延峰！见到张延峰负伤，张诗睿以及是血魔族在场的所有族人都立刻来到张延峰身前，
他们担心张岩峰的同时，都感觉难以置信，张岩峰竟然败了，看来胜负已分。当楚风的声音响起的同时，那遮盖视线的涟漪也是随之消散，楚风的身影浮现在众人面前。楚风此时完好无损，这让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场对决当真是张岩峰败了，厉害厉害，真是想不到你的结界之术运用到了这种地步。张岩峰拍了拍手，尽管满身伤痕，可他却面带笑意，尽显从容。而人们也看得出来，尽管张岩峰的伤势看上去严重，可实际上并不受影响。但是血魔族的众人内心却是如惊涛骇浪一般，难以平息。张岩峰败了，他竟然败了，他竟真的败了，这让他们难以接受。我可以带走他们了吗？楚风问道。我已经答应了你，只要你能胜过我，你就可以带他们走。而现在你当真胜了我，按理来说你已经可以带他们走，只是现在却是不行。张岩峰一脸的无奈，就仿佛有着什么事情他也无力改变一般。见此情形，楚风赶忙询问为何？因为我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。张岩峰说道。擦！听得此话，楚风忍不住爆了粗口。他发现言而无信4个字，张岩峰不仅说的毫无惭愧之情，当他说出这4个字的时候，是血魔族的族人也没有丝毫意外。显然这张岩峰无耻已不是1日2日的事情了。从小便听闻，人不可貌相，而我楚风闯南走北也算是有些阅历，但我今日看走了眼，想不到你看上去衣冠楚楚，实则如此卑鄙。楚风这话说得很是讽刺，但张岩峰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一脸得意地冲楚风抱了抱拳。若是这样说的话，楚风兄弟，那今日我张岩峰也算给你上了一课，你应当谢谢我才是。看着这样的张岩峰，楚风也是笑了。他知道面对这种无耻之人，与他理论是没用了，不如付出行动。你若不履行诺言，那我便只能自己动手了。楚风说道。自己动手？你凭什么？这里是谁的地盘，你不知道吗？张诗睿一脸讽刺地对楚风说道。闭嘴吧，臭丫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楚风鄙夷地看了张诗睿一眼，张诗睿气得小脸通红，随后看向身旁的张岩峰，大喝一声：哥，懂。张岩峰说话间，手掌便摸向了自己胸前的吊坠，而醉过这个动作之后，张岩峰则是看向楚风。楚风兄弟，你真是不该这样说我妹妹，难道你忘记了你能施展结界之术，其实全靠我吗？刚才好像是你这个废物骂本小姐吧？就在此时，张诗睿已是一跃而起，如离弦之箭，对着楚风飞掠而来。他的脸上布满了凶相，只看他的面容便知道，他接下来要对楚风做的事情绝对是非常的残忍。而与此同时，张岩峰、张博义以及是血魔族的众人更是摆出了一副看戏的表情，似乎对于接下来的事情他们很是期待。可是下一刻，一声惨叫传来，所有人都是神色一滞，紧接着是血魔族所有族人的脸上都涌现出了担心之色。原来张诗睿已是靠近楚风，只是此时楚风站在原地，抬起手臂，他的手掌竟然抓住了张诗睿的喉咙。凶神恶煞而去的张诗睿此刻就如同一只小鸡仔一样，被楚风用手提在半空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封锁了你的结界之力，不对，这是武力。你的修为一品尊者，你竟是一品尊者！张岩峰惊呼出声。而此时其他人也是猛然发现，楚风所散发的气息虽然很隐秘，但那的确武力。一品尊者，楚风他的确是一品尊者，竟然故意隐瞒修为，你可真是卑鄙！张岩峰怒骂道。承让了。楚风不仅没有羞愧之色，反而一脸得意。妈的，论无耻，看来我不如你。张岩峰说道。谁更无耻都是小事，这都不是你现在应该关心的事。现在你要关心的是很简单，你想你的妹妹是生还是死？楚风说话间，那抓住张诗睿脖颈的手也是加了力度。张诗睿那一张绝美的小脸之上，痛苦之色越来越浓。可恶！见此情形，张岩峰脸上的愤怒之色越来越浓。哥，给我杀了他！尽管痛苦不已，可张诗睿却是发出这样一道嘶哑的声音。当张诗睿此话说完，张岩峰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涌现出了杀意。楚风，你是楚轩辕之子，本来看在楚轩辕前辈的面子上，我其实没有想杀你，可你竟想杀我妹妹，那我便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张岩峰说话间，将手摸向了自己胸前的吊坠。怎么，你是不想让你妹妹活着了？楚风问道。哼，你马上就会知道。张岩峰嘴角掀起一抹冷笑，随后他的那抓住吊坠的手掌便有了一丝变化。只是下一刻，张岩峰却是神色一变，随后再次重复了一下刚刚的动作，但这一次他的脸色则是变得更加难看。怎么回事？张岩峰将自己胸前的吊坠扯了下来，仔细观察，眼中充满不解。看来你是想运用此处的阵法力量来对付我，不过可惜啊。楚风说话间，手掌一翻，一个吊坠出现在了楚风的掌心之上，而那吊坠与张岩峰手中的吊坠一模一样。你是什么时候？张岩峰神色慌张，他已经意识到楚风将他脖子上的吊坠给换了，所以他才无法控制此处的力量，还能是什么时候？看来你是急于击败我，根本没注意到我手上的动作呢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。哥，你也太蠢了吧！张诗睿此时都快哭出来了，他的底气便是此处的力量，可现在那能够掌控此处的吊坠却在楚风的手中，这叫他觉得自己大难临头。怎么了，丫头？说好的杀我呢？楚风笑眯眯地看着张诗睿。楚风大哥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啊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张诗睿竟然真的哭了出来，苦苦哀求。楚风兄弟，我们真的是开玩笑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兄妹三人最崇拜的人便是你的父亲楚轩辕前辈，就算看在楚轩辕前辈的面子上，我们也不可能对你如何，真的只是开个玩笑。对啊，玩笑，只是玩笑啊。与此同时，张岩峰和张博义也是开口辩解，他们那个怂样简直就快要给楚风跪下了。我不想与你们废话了，
一、告诉我你们来此的目的；二、告诉我如何催动这个吊坠。若敢欺瞒我半句，我便杀了你的妹妹。楚风说话间，那捏住张诗睿的手掌也是越发用力起来。这一刻，张诗睿的小脸之上再度涌现出痛苦之色，并且这一次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又因在楚风的威压之下，他连挣扎的力气都是没有，就如同一个快要死的人。只是哪怕看到张诗睿如此痛苦，张岩峰却也没有开口。大哥，张博义一脸紧张地看着张岩峰。罢了。忽然张岩峰松了一口气，就仿佛他已经做好了决定。你先放开我妹妹，我会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在妹妹的性命与族人的忠诚这两件事情上，张岩峰选择了他的妹妹。见状，楚风虽然没有真的放开张诗睿，但却也放松了捏住张诗睿脖梗的手。说吧，快一点，别想拖延时间。楚风说道。你知道秦昆仑大人吗？张岩峰问道。那是何人？楚风问道。真是无知。张岩峰鄙视地看了楚风一眼，随后抬头望向宫殿顶端那牢笼里的人。你们谁知道秦昆仑大人？与他解释一下。随后还真有人为楚风讲述起这秦昆仑是何许人也。而经过众人的讲述，楚风也是得知这个秦昆仑到底是谁。楚风的爷爷和父亲楚汉仙和楚轩辕都曾纵横祖武星域，被誉为最强天才。可是他们二人的名声只是祖武星域最为响亮，在整个圣光天河来说，虽然也有不少人听闻过楚汉仙和楚轩辕的名头，可也只是停留在天才二字而已。他们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覆盖整个圣光天河。但在大约2万多年前，却有一个人的名字响彻整个圣光天河，这个人便是秦昆仑。秦昆仑出自圣光天河的灵州星域，拥有传说中的魔尊神体，凭借对天赐神力极强的掌控力，他当时纵横圣光天河，无人可敌。就连圣光天河的统治者圣光一族对秦昆仑都是极为忌惮。如果说楚汉仙和楚轩辕是祖武星域的传说，那么秦昆仑便是整个圣光天河的传说。只不过就在所有人觉得秦昆仑要击败圣光一族，称霸圣光天河的时候，秦昆仑却忽然失踪，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你提起此人做什么？他与你们有何联系？楚风问道。我是血魔族的传承，便是秦昆仑所赐。张岩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那被困住的众人皆是面露惊讶。而那秦昆仑没有死，他现在就在这虚空神树之中。我们此来就是想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，重塑我是血魔族的辉煌。张岩峰继续说道。而他此话一出，莫说那被困住的大千上界众人，就连楚风也是无法淡定了。不可能，秦昆仑大人虽然修炼的是魔尊神体，但他从不恃强凌弱，反而守护弱者，怎么会与你们这种卑鄙的魔族有关系？并且秦昆仑大人已经消失2万年，早就证实他已经死了，不可能活到今日。你们作恶多端就作恶多端，为何要将秦昆仑大人扯进来？很快，道道声音响起。那些被囚禁的人们，不仅虽然都听闻过秦昆仑的大名，但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秦昆仑与是血魔族有关系，并且他们对秦昆仑还有着极深的敬重之意。于是众人纷纷开口斥责是血魔族。卑鄙的魔族，到底是谁卑鄙？我是血魔族，虽然修炼的乃是魔功，但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人，也从不恃强凌弱，甚至未曾占据你们任何一方势力的领地。否则，就凭我是血魔族当年的实力，想夺取哪方上界夺取不来，岂会连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都没有？扪心自问，你们能有今日的势力，能有今日的领地，还不都是你们老祖宗从他人手中抢夺来的？武者世界，强者为尊，这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但我是血魔族，却从未做过这种事情。可哪怕我们如此尊重你们，却仍被你们视为眼中钉，联合全星域的力量来对付我们，想要将我们灭门，还给我们扣上了滥杀无辜的罪名。张岩峰说这话的时候，满面怒意。当年你们为了提升修为，炼化众生，这都是大家亲眼所见之事，你们有何抵赖的？有人说道。哼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那都是星域主界和你们编造的谎言罢了。张岩峰冷笑连连。好，就算当年之事不提，你们现在将我们囚禁于此，难道不就是要杀我们？要以我们的灵魂开启什么狗破大门？又有人指责道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以你们的性命来开启进入神之大殿的大门。你们当年屠戮我族人，险些将我族灭族，我们为族人报仇，有何不可？张岩峰问道。强词夺理，真是强词夺理。楚风、小友将他们杀了，把这些魔族族人全部杀了。盛怒之下，那些被囚禁之人开始向楚风求助，全部住口。可是楚风却是忽然冷哼一声。楚风的声音不是很大，但在场的所有人却都立刻闭上了嘴。他们都很清楚，他们所有人的性命其实都掌握在楚风的手中，尤其是大千上界的人，他们对于楚风的性格多少有点了解，知道楚风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，他们的要求楚风不会听，何况他们也没有要求楚风的资格。你刚刚说秦昆仑还活着，你们来此是想得到秦昆仑的传承，那么秦昆仑是否在那神之大殿之中？楚风将目光投向张岩峰。相比于其他人不相信秦昆仑活着这件事，楚风却是半信半疑，甚至可以说此时楚风内心的天平更偏向于相信秦昆仑还活着。所以楚风想了解的更清楚一点，秦昆仑大人的确就在神之大殿之中，只要我们进入神之大殿，便可以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。楚风，你与这群废物不同，当年屠戮我族也与你无关，你完全可以加入我们，无需成为我是血魔族的一员，但只要你放了我妹妹，我们便可以带着你一同进入神之大殿，一同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。以你的天赋，只要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，定可超越你的父亲和你的爷爷，甚至就算如秦昆仑大人一般，纵横整个圣光天河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张岩峰对楚风说道。以他人性命开启的神之大殿，我楚风没兴趣，招揽我的话就别说了，只管回答我的问题便好。
是不是说在开启那大门之前，你们抓到的所有人都只是活着，不会杀掉？楚风继续问道。是，这些人的性命还要留着用来开启大门，自然不会杀掉。张岩峰说道。你们既然早有准备，为何不事先抓人，而是进入此处后再抓人？楚风问道。强行抓入的人，炼化也是无用，必须抓自愿虚空神术的人，只有这些人的灵魂才有用。张岩峰说道。原来如此。此时楚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，现在告诉我如何使用这个吊坠吧。对了，别想欺瞒我，当我认真观察你的时候，你若说谎话，我可以看破。楚风问此话的时候，目光也是变得深邃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楚风的目光宛如利刃，直刺人心，这让是血魔族的众人，包括张博义和张岩峰在内，都是眉头紧皱。毕竟他们此时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小辈天才，还是一位圣桃界灵师，在这种人面前撒谎，似乎真的很难。看来已经被你意识到了。没错，这里的力量并非结界阵法，而是虚空神术本身的力量，而这吊坠乃是秦昆仑大人所赐，没有秦昆仑大人传授的手段，还真无法使用这吊坠，更是无法掌控此处的力量。既然你能意识这一点，我知道我也就没办法欺骗你了。我可以将方法告诉你，但你保证，只要我告诉了你，你不要放了我妹妹。张岩峰说道。好，我保证，只要你告诉我如何催动这吊坠，掌控此处阵法的力量，我不仅放了你妹妹，还放过你们所有人。楚风说道。你以你父亲的名义发誓。张岩峰说道。我以我父亲楚轩辕的名义发誓。随后楚风便以自己的父亲名义发誓，而张岩峰倒也遵守承诺，竟真的将催动吊坠的方法告诉了楚风。原来想掌控这吊坠，需要在自己的身上做一个印记，凭借那印记来与吊坠缔结契约，这样才能掌控吊坠。楚风按照张岩峰所说，果然成功与吊坠缔结契约，并且只要将自己的手掌放在那吊坠之上，楚风便可与吊坠融会贯通，感受到此处的力量，这便是神术的力量。此时楚风不仅双眼睁大，连嘴巴都被震惊得微微张开，他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且神秘的力量，这不是武力，也不是结界之力，但它却强大到了令楚风毛骨悚然的地步。忽然楚风的身体开始下坠，在这一瞬间，楚风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此时的楚风宛如坠入了一个无边的世界，周围漆黑一片，看不到一丝光芒，但却能够感受它的浩瀚。这浩瀚世界之中充斥的不是武力，也不是结界之力，而是一种楚风从未感受过的力量。楚风猜测那便是神术的力量，因为楚风能够感受到一棵巨大到树木，尽管它没有出现，但它就隐藏于此处，而它之大几乎充斥了整个世界。虽然这只是一种类似幻觉的感受，但却让楚风意识到这虚空神术的力量很可能强大到无边无际。这种感受只存在了一瞬间，很快楚风的意识便恢复。当楚风的意识带他回到现实的时候，一道信息也是出现在楚风的脑海，那是关于神之大殿的。想要进入神之大殿，的确需要炼人之魂魄才能开启，至于那炼人魂魄的阵法，使用这吊坠便可召唤出来，只不过却要往那炼魂阵法里投入999万人才能开启大门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。不过好在炼人魂魄开启进入神之大殿的大门并非是唯一的方法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只不过这个方法却是比较复杂，相对比来说的确直接抓来900多万人，然后投入阵法内炼化他们的魂魄更简单一些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知道王强吗？楚风问道。你说的可是那个在虚空神术封闭期间出现在虚空神术之内，写下老子王强到此一游的那位？张岩峰问道。对，楚风应道。听说过这件事，但不知道这个人。我们对于虚空神术的了解基本上都告诉你了，并且你现在应该也可以掌控此处的力量了。张岩峰说道。楚风点了点头，凭借那个玉坠，楚风的确可以在这独特的区域内掌控虚空神术的力量，但这股力量与楚风感受到的却差距很大。楚风感受到的力量简直是无边无际，浩瀚无穷，可楚风能够使用的力量却是非常有限。可哪怕是有限的力量，却也是非同小可，除非至尊境的强者，否则在这片区域内，楚风掌握的力量可以说是主宰级别的。现在可以放过我妹妹了吗？张岩峰问道。可以。楚风说话间便放开了用手抓住的张诗睿。张诗睿赶忙回到了张岩峰的身旁。我这也算是兑现了诺言了吧？楚风说道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出尔反尔听的此话？张岩峰等人则是脸色大变。出尔反尔？不，我楚风向来信守承诺，怎会有出尔反尔之言论？我说放过你们，但却没说永远不对付你们，否则若是你反过来对付我楚风，我岂不是都不能还手了？而我刚刚已经放了你们一次，自然而然的我的承诺已然兑现了，但现在我却要再抓你们一次。楚风说话间已是手握吊坠，忽然一股强大的气焰凭空而现，此气焰出现之后化作巨大的牢笼，刚好将张岩峰、张博义、张诗睿以及是血魔族在场的所有族人全部都关了进去。楚风，你卑鄙无耻，你不配做楚轩辕的儿子，你侮辱了楚轩辕大人的名声，你简直就是一个败类，畜生，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眼见着自家族人全部被困，张岩峰等人气的脸色煞白，甚至纷纷开口咒骂。不过对于这些咒骂，楚风却是不以为然。我楚风从来就没说过我是君子，我也从未想过要做君子，我只是想保护我在乎的人，仅此而已。而眼下我族那么多族人都在外面遭受着你是血魔族的围捕，我楚风不可能放过你们。但你们也放心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只是我的筹码，我不会伤害你们，除非你族做了伤害我朋友家人的事情。楚风说完此话，意念一转，那巨大的牢笼竟然变得掌心大小，
且飘入楚风的手中。此时，张岩峰等人都还在那牢笼之内，并且也都在不断的开口，是在辱骂楚风，但因为力量的束缚，他们的声音都被阻隔了。将张岩峰等人控制住之后，楚风自然而然的便将那些囚禁之人解放了出来。楚风，这是血魔族作恶多端，不该留，还是直接杀了吧。那些人被解救之后，许多楚氏天族族人开始苦口婆心的对楚风相劝，杀或不杀，我自有定夺，诸位前辈就莫要插手了，否则我楚风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，若惹得我不高兴，就算是同族之人我也会杀。楚风目光如刃，扫视众人，而看到楚风的目光之后，所有人都是不寒而栗，纷纷闭上了嘴巴。随后楚风便坚守此处，不断有是血魔族的族人抓着各方势力的人来到此处，而凡是来到此处的被抓者会被楚风释放，而是血魔族的族人则会被楚风关押起来。此时楚风盘坐在那片空地之上，释放自己的感应力，感应着周遭的一切。这气息是族长大人，族长大人竟已是尊者巅峰。忽然楚风站起身来，他不仅感受到了楚氏天族族长的气息，还感受到了楚氏天族族长的修为。尊者巅峰，这代表着什么？楚风非常清楚，这代表着楚氏天族将不再任人欺凌。不对，只是楚风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脸色却是变得阴沉起来，随后赶忙将目光投向了楚氏天族族长所在的方向。天眼之下，万物消散，楚风视线之范围也是得到了极大的延伸。楚风可以看见有3位尊者巅峰正在交手，其中不仅有楚氏天族族长，还有蛋台天族的太上长老蛋台引剑。除了他们2人外，那另外一位尊者巅峰乃是一位身穿黑袍之人，此人实力极为强劲。眼下楚氏天族族长与蛋台引剑2人联手，竟然难以胜他。要知道，此时无论是楚氏天族族长还是蛋台引剑，他们的额头之上都释放出了天字雷纹，并且2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把半成尊兵。他们2人的战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，各种攻击手段楚风看都看不清，但却能够看清那滔天的威势。只是哪怕如此，却也难以战胜那黑袍人。这位莫非便是血魔族的族长？楚风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，自然是因为此人战力太强。当然楚风也不能确定，毕竟是血魔族族人，可说他们的族长大人至尊之下没有敌手，所以楚风只知道是血魔族的族长很强，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，自然也就无法确认他的身份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那战圈之后还跟随着大量的人马，数量之多足有数百万，其中大部分是大千上界各方势力的人，但却也有自各方星域而来，与楚氏天族一同进入这虚空神树的宾客们。他们在刻意与楚氏天族族长他们3人保持距离，这刻意防止他们被卷入那战圈之中。对于那些人的紧紧跟随，楚风能够理解，想必他们也都遇到过了是血魔族的人，知道了是血魔族的危险。这些人中，楚氏天族族长与蛋台引剑无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没有跟着他们2人更有安全感了。所以哪怕明知道楚氏天族族长与蛋台引剑有失败的可能，但他们却仍然选择跟随他们，毕竟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是向我们这边来的，有意为之。楚风观察之下，发现那黑袍人在引导众人向楚风所在的方位而来，尽管他隐藏得很深，可还是被楚风发现了。本来楚风还很担心楚氏天族族长，毕竟对手很强，在考虑要不要迎上前去出手相助，可是眼下那是血魔族之人，有意将人引到此处，反而正合楚风心意。毕竟楚风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虚空神术的力量，只要到达了这个区域，那么楚风就可以轻松的制服对手。当然对方有意将楚氏天族族长引到此处，多半也是掌握着此处的力量，到时候比拼的便是这对虚空神术力量的使用水平了。这一点楚风对自己还是有些信心的，就算到时候比拼阵法不如对手，楚风也不怕，毕竟他的手里还握着张岩峰3人。楚风很清楚张岩峰3人对是血魔族的重要性，是血魔族族人，很有血性，为了不暴露族人的目的，甚至不惜直接爆体而亡。这样一群是血魔族族人，眼睁睁地看着张岩峰将他们的秘密告诉楚风，却没有一个族人开口责怪，足以看出张岩峰3人有多重要。所以在楚风看来，张岩峰3人就是自己对付是血魔族的王牌，我就看看你到底要玩什么花样。楚风并未继续暴露此处，而是使用隐藏阵法将自己隐藏了起来。而接下来就如楚风所料一样，尽管黑衣人四下移动，看似行动方向很不规则，可实际上还是在向这个方向靠近。经过足足半个时辰的消耗之后，他也是成功的来到了这片空地之上。好了，停手吧。来到此处之后，那黑袍人便忽然开口，而他这一开口，楚氏天族族长以及蛋台引剑也是纷纷停手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是血魔族为何要抓捕你们吗？我现在就把一切告诉你们。随后那黑袍人便真的讲述起他们此行的目的，将楚风从张岩峰口中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在场的众人。得知真相之后，在此的人们也如大千上界那些人一样，表示不相信。他们不仅不相信秦昆仑还活着的这件事，更不相信当年是血魔族被残害的事，甚至许多人还开口咒骂。毕竟当年那一战，遍布祖武星域，几乎各方势力都有参战，所以在场众人的许多先辈们也都是死于是血魔族之手，对于是血魔族本就带有极深的恨意。无所谓，我与你们说这些就没打算让你们相信，因为这根本就不重要，反正你们都将为当年之事付出代价。那黑袍人此话说完，便摸向了自己的胸前，下一刻一股庞大的力量便从地底涌现，原本在半空之上的楚氏天族族长和蛋台引剑
受到那力量冲击之后，更是瞬息失去御空之力，纷纷跌落在了地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此时，不仅是处世天族族长和蛋台引荐一脸茫然，那些在远处围观的众人更是吓得不轻。要知道，处世天族族长和蛋台引荐可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眼下他们二人都纷纷不知，那他们又当何去何从？下一刻，阵阵惊慌的叫声不断响起，那在远处围观的众人都如同惊弓之鸟，纷纷自半空之上飞落而下，摔在地上。是威压，是那黑袍人的威压！真是想不到，你们也有今天！那黑袍人发出了森森冷笑，而众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，有许多人甚至哭喊着开始求饶。可越是这样，那黑袍人冷笑声便是越重，求饶无用，卑劣的畜生们，你们今日都将成为此处的亡魂！黑袍人冷声说道。他此话一出，那求饶的声音竟真的减少了许多，人们知道他们真的是没救了。此一时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。依我看，可还未必。然而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就在此时，一道响亮的声音却自那空地之中炸响。这个声音的响起，让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愣。那空地之中只有3个人，那便是处世天族族长蛋台引荐以及那黑袍人。但那道声音却明显不是他们3人所发出，那声音好像是该不会。但与此同时，却也有许多人听出了那声音的主人，可他们却有些不太愿意相信，毕竟他们不太希望那声音的主人出现在这里，鬼鬼祟祟的，给我滚出来！就在此时，那黑袍人抬手一掌，武力成型，化作巨兽，此兽高达1000米，长达1万米，直奔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。然而，那声势浩大的武力巨兽还未飞掠多远，便瞬息瓦解开来。众人不解，不明白为何如此强大的武力巨兽会忽然身体瓦解，随后灰飞烟灭。倒是那黑袍人有些慌了，你是何人，竟掌握此处的力量？他已经察觉到对方能够轻易灭了他那武力巨兽，并不是靠其自身的实力，靠的乃是隐藏于地底深处那虚空神术的力量。若是没有掌握这股力量，我又怎敢叫板是血魔族的族长呢？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当声音响起的同时，那片区域开始出现结界，而伴随着结界的打开，楚风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。真是楚风！看到楚风，众人自然很是惊讶，但却也没有太多的担忧，毕竟他们先前已经听到了楚风似乎掌握了某种力量，否则不可能如此轻易的破开尊者巅峰的攻击。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你！早就听闻楚轩辕之子楚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小辈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如此。是血魔族族长打量楚风之后，不由说道：“前辈并未否定，那看来前辈的确便是血魔族当今的族长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我连此行的计划都告知了你们，自然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倒是你是如何掌握此处力量的？我族族人现在何处？”是血魔族族长问道。看来前辈是明白人，既然前辈已经猜到了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你族族人包括张岩峰、张博义、张诗睿他们3兄妹都在我的手上，若想我放了他们，也不是不行，但应该怎么做，想必前辈也应该知道吧？楚风说道。然而，楚风话音刚落，便感觉到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自地底深处而来，而那正是冲着自己来的。不过，楚风的手中一直握着那吊坠，所以当楚风感受到这股力量之后，便立刻通过吊坠调转了此处的力量，硬生生的将那向自己袭来的力量给压了下去。前辈，你好歹是血魔族族长，居然发动偷袭，这就有失风范了吧？楚风抬头望向那是血魔族族长，然而那是血魔族族长只是冷哼一声，随后这方大地都是剧烈的颤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自地底深处席卷而来的力量，大地在摇晃，这周遭的树木以及天地都开始随之摇晃。尽管这力量并未造成对人们的伤害，可人们却能够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强大。好厉害！这便是楚风小友和那是血魔族族长此时所催动的力量。此时，就连蛋台引荐这等高手也是目露惊叹之色。虽是尊者巅峰，但在这股力量面前，却感觉自己极其渺小。他明白，若用这股力量来灭杀自己，怕是只要瞬息，他便要飞灰烟灭。看来我们的命运都落在楚风小友的身上了。紧接着，蛋台引荐不由得感叹起来。事实上，不仅是他在感叹，几乎在场的所有人内心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：楚风和那是血魔族族长掌握的应该是相同的力量。尽管眼下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可他们二人却在进行着真正的博弈，而这场博弈也将决定他们的生死。一番对决之下，楚风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，而那苍白的脸上更是汗如雨下。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楚风的身体正在被消耗，催动那神秘的力量，对于楚风来说也是带来了不小的负担。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实在是做不到不去担心，他们非常的慌，非常的害怕楚风支撑不住。毕竟相比于脸色惨白的楚风，那是血魔族族长却是看不出一丝变化。踏踏踏！可忽然间，那是血魔族族长连续倒退数步，随后竟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。这一刻，人们才意识到是血魔族族长原来并非没有消耗，只是因为身穿黑袍，人们看不到罢了。并且无论是被威压压制的众人，还是被神术力量压制的处世天族族长和蛋台引荐，也都恢复了自由。这让人们觉得是血魔族族长此刻的状况似乎比楚风还糟。只不过当时血魔族族长瘫坐在地上之后，楚风也是坐在了地上，他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看得出来，楚风真的是累坏了。是平手。人们此时虽然恢复了自由之身，但却没有人敢轻举妄动。果然如传闻一样棘手。是血魔族族长再度开口，声音变得非常虚弱，这力量负担还不小，继续抖下去都会死。楚风说道：若是我死，你能放过我的族人吗？实在不行，
放过他们3个吧。那3个孩子本不属于我族，也不该背负这一切。是血魔族族长说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内心也是感到震撼。是血魔族虽视死如归，为的乃是血魔族的伟业，但是血魔族族长身为是血魔族的首领，本不该如此。可眼下他偏偏却打算这样做了。他愿意以自己的死去换张岩峰3人的生。楚风早就知道张岩峰3人对是血魔族很重要，但却没有想到重要到了这种田地。你们此行应该损失了不少人，不过似乎没有杀过人吧？楚风问道。我族执行任务向来谨慎，何况是我亲自下的命令，要求所有人都要活捉，我族人自然不会杀人。是血魔族族长说道。既然你都没有杀人，我为何要杀你们？楚风问道。你不打算杀我们？是血魔族族长有些意外，不仅是他意外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非常。小友，楚风小友。此时便有人开口，应该是想劝阻楚风杀了这些是血魔族的族人。然而那些人刚开口，蛋台引剑便是抬起手来，示意众人不要插话。见此情形，那些想劝阻的人也都纷纷闭上了嘴巴，毕竟蛋台引剑的面子还是很大的。你为我族人，我为何要杀你？楚风问道。有点意思，你这小鬼到底是想怎样？是血魔族族长问道。其实你们来此应该不是想大开杀戒，只是想进入神之大殿吧？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楚风问道。想要进入神之大殿，便需以修武者之灵魂为代价。除此之外，话到此处，是血魔族族长声音之中涌现出金色。难道说你是想尝试那个方法，以他人灵魂为代价？就算进入神之大殿，良心也是难安，想必也不会得到秦昆仑大人的认可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凭借我们的本事进入那神之大殿。楚风说道。不行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是血魔族族长摇了摇头。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尝试？楚风问道。听得此话，是血魔族族长忽然沉默了。前辈显然是不怕死的，你是担心张岩峰他们3人吧？楚风问道。是血魔族族长没有回答，可是他没有反驳，这样的他就等于默认了楚风的说法。修武之路本就是逆水行舟，凶险是不可避免之事，更何况他们3人身上还肩负着重振你是血魔族的重任，若是这点胆量都没有，日后怕是难成大器，想必也不值得你对他们抱有如此大的期望吧？楚风问道。你这小鬼倒是能言善辩。是血魔族族长忽然说道。这并非是辩论，而是直言相劝，想必我的话也说到了前辈心里，不如这样，我来问问他们是否愿意。楚风说话间便大袖一挥，向天一扬，一道光芒体便自其袖口掠出，直冲天际，而那雾急速扩大，正是封锁住张岩峰等是血魔族族人的牢笼。族长大人，我们愿意一试。属下愿意一试。牢笼中的众人，包括张岩峰3兄妹在内的所有族人，都是半跪下来，齐刷刷的开口。显然先前的话他们都听到了，所以也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见此情形，是血魔族族长叹息一声，随后便掀开了头上的兜帽，露出了他的面容。是血魔族族长与其他是血魔族族人一样，肌肤为蓝色，蓝色的肌肤上还有着血色的纹路，看上去很是恐怖，像怪物一样，并且他很瘦，相比于其他是血魔族族人，看上去更像是弱不禁风的老人，但他身上的气质却是王者级别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试一试吧。话到此处，是血魔族族长将目光投向了蛋台引剑等众人。我族是不惧死亡的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敢不敢尝试。看着是血魔族族长的目光，众人一头雾水，但却隐隐间意识到接下来要做的事似乎非常危险。决定之后，是血魔族族长便开始发出命令，将是血魔族的所有族人召唤到此处。而楚风也是通过此处的力量，呼唤大千上界以及各方势力的人来到此处，进入神之大殿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。楚风想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。楚风小友，可否将你知道的告诉我们？终于，蛋台引剑开口问道。而楚风也是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大家。原来，除了炼化100万人的灵魂外，开启神之大殿的另一个方法，则需要运用这神术的力量。所以，楚风一个人做不到，他需要是魂魔族族长帮忙。等一下，开启那进入神之大殿大门，主要就是要靠楚风和是血魔族族长。但开启这座大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，并且凡是想进入其中的人，都会与他们承担同样的风险。也就是说，若是选择进入神之大殿，那么他们的生死就将掌握在楚风和是血魔族族长的手中。这怎么行？我等性命岂能交给魔教中人？然而，听过楚风的讲述后，便立刻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。你以为老夫愿意带你们进去？是血魔族族长轻哼一声。至于楚风，则没有说话，反倒是蛋台引剑开口了。楚风小友此举乃是好意，至于进或不进，则全靠个人。老夫愿意一试。他话音刚落，楚氏天族族长便表态了。紧接着，楚氏天族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表态了。在此之后，各方势力的人陆续赶到。不过短短半个时辰，汇集在此处的人便足有2000多万人。当然，后抵达此处的大部分都是大千上界的人马，他们的实力都是相对偏弱的。而楚风也没有嫌弃他们的修为，而是告知了这些人关于神之大殿的事。得知此事后，其他人也是纷纷表态，最终竟有39万人愿意跟随楚风他们进去一试。虽然相比于那2000多万人，这39万人实在是微乎其微，可毕竟进入此处是九死一生，并且还有大家恐惧的是血魔族族人，大家害怕也是应该的。所以这39万人都可以说是非常有胆量的。楚风，虚空神术也是会关闭的，不要继续再等了。是血魔族族长说道。好，那便开始吧。楚风也是点了点头。随后，那些决定跟随楚风等人冒险的人，都是踏入了那片空地。至于其他人，
有人直接离开，去继续寻找神树果实，但大部分人还是驻足于此，想要一看究竟。忽然间，天地震荡，肉眼可见的力量如喷发的火山一般冲天起，覆盖了那片空地。而当那力量消失之后，楚风等人也是全部消失。虚空神树某处，王强与那活死人仍旧注视着那如镜面一般的湖泊，而此时湖泊所映射的画面，正是楚风等人所消失的那片空地。居然真的选择了这个方法。活死人此时的声音意味深长：“老东西，快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！”王强在旁一脸的紧张，看不到那是真正的神之大殿，他们要么死在其中，要么活着出来。至于这过程，我们看不到。活死人说道：“看不到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不是此处的主人，能操控一切吗？”王强说道。活死人摇了摇头：“我只是掌握了此处的力量而已，并不是此处的主人。此处真正的主人只有一个。谁啊？”王强问道。“虚空神树。”活死人说道。王强一头雾水，旋即问道：“你是说这棵树是活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王强问道。“我进入此处是因为这虚空神树的力量能够帮助我复活，但是这虚空神树却也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至于他从何而来，有何目的，我也是不得而知。”活死人说道。“你不得而知？你不是说你是远古时期的人吗？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？”王强一脸的不信。“我的确是来自远古，但我的记忆受损，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但记忆这个东西迟早会恢复，你以后跟着我，我也迟早会让你知道。”活死人看着王强淡淡的笑道，只是他的笑容却有些诡异，连王强都是有些不安了。他们自行开启神之大殿，是不是真的九死一生？王强问道。“九死一生。”活死人笑了笑，随后意念一动，这周围的天地顿时变得漆黑一片，唯有远处有着一道萤火大小的光亮。看到那道光了吗？活死人指着那道微弱的光亮。“怎么了？”王强问道。“他们此行，倘若这光芒是生，那么这黑暗便是死。”活死人说道。听得此话，王强吓得直接跳了起来，他不仅一脸的担心，脸上更是充斥着满满的怒意。“老东西，你明知道如此危险，为何不阻止他们？那可是我的兄弟啊！”王强一脸愤怒的怒吼起来。“我说了，我只是掌握了此处的力量，而不是此处的主人。当此处的主人出手的时候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你以为开启进入神之大殿的大门是想开启就能开启的？”活死人反问道。“神？什么意思？”王强有些茫然，简单的说，此时他们能够开启那道门，是虚空神树的允许，是虚空神树想让他们进去，是虚空神树想让他们挑战这场试炼，所以哪怕是我也只能袖手旁观。”活死人说道。“前辈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真的不能帮他吗？别人不管也可以，只救我兄弟一个人也可以啊。”王强说道。“哎呦，竟然叫我前辈，不叫我老东西了。”那活死人笑了笑，看向王强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。谁曾想王强竟直接跪在了活死人的面前。“前辈，求您了，你要我做的事，我肯定会配合，真的求您了，我不能让我兄弟身陷险境却袖手旁观。”王强一脸诚恳，看不出来你竟真的如此重情重义，你可是四兄神体啊。活死人说道。“前辈，求您了。”王强竟然给那活死人磕头祈求。“起来吧！”活死人大袖一挥，便强行将王强搀扶起来。“帮不了，我说了，是虚空神树让他们进去，我无能为力。你不是觉得你兄弟很厉害吗？此时怎么还慌了？”活死人说道。得知活死人竟真的帮不了自己后，王强没有说话，而是望向那湖泊，看着湖面上映出的那空荡荡的画面，王强眼中满是忧虑之色。见状，活死人则是躺在了地上，他的嘴角勾勒起一马上翘的弧度，只不过他此刻的笑容却是有些诡异。楚风与是血魔族族长同时催动神树的力量，成功的将众人带入了虚空神树的深处。眼下，楚风等人落入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内，虚空漆黑一片，但周围却是散发着微微的光华，那是一望无际的阵法，而众人便围困在了这阵法当中，四面八方皆是那阵法，人们就像是被包围了一样。再加上那阵法之中所散发出的危险气息，人们皆是不敢轻举妄动，但目光却也不由自主的被他们中间的一面大旗所吸引。毕竟那大旗上面写着的几个大字实在太过引人注目，破阵旗。人们都明白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它是多半与这面大旗有关。就在此时，漆黑虚空之上出现了光芒，定目望去，几行大字立于虚空之上，它光芒闪闪，显得格外的耀眼。那是提示。看着这提示，人们得知这座阵法乃是一座迷宫大阵，迷宫为棋盘，众人为棋子，破译这棋盘便可进入神之大殿。但反之，若是走错一步，那么那个走错的人便会死。若是一个时辰之内无法破开大阵，那么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死，并且这里还明显的提示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。可是此阵之复杂，人们根本就看不懂，一眼望去，人们皆是不知所措，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开始，就更别说破译这阵法了。这哪里是九死一生，根本就是必死无疑。看到这提示之后，整个人群顿时就炸开了锅，绝望的他们开始埋怨起来。诸位，可没有人逼着你们进来，进入此处可是你们自愿的，现在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在怪谁？蛋台引荐冷声问道，话语之中满是不悦之色。蛋台大人，我们没有责怪的意思，只是眼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众人纷纷问道。族长大人。与此同时，是血魔族的众人也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是血魔族族长，无论是蛋台引荐还是血魔族族长都是没有回答。此时需要一个人来主持大局，蛋台引荐和是血魔族族长便乃是最佳的选择，但显然他们两个
此时都没有这个把握，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人们也都看出了，此时蛋台引荐和是血魔族族长的为难，而各方势力的人马自然不会推崇是血魔族族长，所以无奈之下，只得将目光投向了处世天族族长。处世族长，您看我们该如何破阵？众人纷纷问道。惭愧惭愧，这阵法老夫根本就看不透。处世天族族长摇了摇头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眼见着在场最强的3位竟然都是束手无策，众人再度陷入了绝望。之前他们是害怕自己成为那个不幸的人，走错一步便直接死去，可现在他们怕的却是他们都要被困死在这里。毕竟这里破阵是有时限的，一个时辰若是到了，他们都要死，而他们此时却连该如何做都不知道，那不就是等死吗？我来吧！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忽然响起。当这个声音响起的一瞬间，人们真的是高兴了那么一小下。可是很快他们便发现，说这句话的既不是处世天族族长，也不是蛋台引荐，更不是血魔族族长，而是楚风。楚风小友，这个时候就别开玩笑了。楚风，虽然你天赋异禀，我辈也是佩服，可现在可不是你来逞强的时候啊！当发现是楚风之后，人们不仅失望透顶，更是侧面的挖苦楚风。就如他们所说，对于楚风的天赋，他们是佩服的。楚风日后能有一番成就，他们也是相信的。可眼下，若是将自己的性命掌握在楚风的手中，他们却都不愿意。这不是玩笑，也不是逞强。不过诸位也请放心，我也不会拿你们的生命去做试探。这座大阵，我自己来破。楚风说道。啊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楚风小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众人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。我说的不够明白吗？那我再强调一下，就是你们都不用出手，站在此处便可，我楚风一个人来破解这座阵法。楚风说道。